大家好，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特斯拉股价在2022年8月29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8月26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297.43，收盘价是288.09，盘中最高价是到达了302，最低价是在284.47，那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18个点。我们会看到收盘价是跌破了5日均线值。量，当日的成交量是5716.39万股，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1.07 倍量增。KD 值开口增大，双线下行，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下跌的走势中。MACD 开口增大，双线下行，在零轴的下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长的红柱，这些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回档。好，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8月26日生成的这个 K 线叫做含上影线的中红 K 线，是一根下跌的 K 线。它的特征是实体部分的涨幅要大于 2.5%， 留有上影线，但上影线的长度不超过实体部分的高度。那它的位置呢是在股价回后反弹的下行中，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位置出现一个含上影线的中红 K 线说明股价后续还会下跌。好，这是 K 线信息的解读。那接下来我们来分析一下后续股价的走势。我们调出辅助线。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8月26日走势的预测。两个可能，第一个可能是突破，突破当中有两个方向，一个方向是股价会出现上涨，收盘在304，它的条件是当日股价是高开盘，然后在盘中股价不能够低于293。显然这个条件没有满足。那另外一个方向，股价会出现下跌，收盘价会收在290。那么它的条件是要低开盘，然后在盘中股价是不超过300。那另外一个可能就是股价会出现横盘，收盘在298。在这个位置，那实际在8月26日收盘价是在288.09，出现了下跌。那虽然这与我们预测的下跌的点位相差不大，但是呢，它有本质的区别。我们预测是收盘在290呢，是不跌破4号趋势线。而实际的股价已经跌破了4号趋势线，那说明呢，股价为继续下行提供了有利的条件。那所以呢，我们接下来先来分析股价的下行。我们暂时保留这个4号的上行趋势线，我们看看日后是不是还能够回到这个趋势线的上方。对，也就是我们需要再来一根 K 线去确认。那在8月29日下行的目标就是要跌破286，跌破286，那么这样一个头低，然后底低的空头趋势将会被确认，那股价会继续向下，也就是继续下跌。那我们也会看到股价如果出现下跌
这个30日均线值将会成为一个支撑，但是在8月29日，如果出现了一个跳空的低开盘，那么这个30日均线值啊，又会被转变为一个强压力。那在30日均线值上方，我们还会看到会新生成的有5日、20日、10日均线值，而且我们会看到这3条均线值的方向都是向下的。因此呢，如果在8月29日出现一个跳空的低开盘，那上方是有非常重的压力的。所以8月29日的开盘是至关重要的。好，我们继续向下说。继续向下的目标，股价就是要跌破279。279我们回顾一下，是这个一星二阳上涨的动能，也就是第2个长绿 K 线的最低，这是上涨的动能。一旦279被跌破，那么这样的一个上涨的动能呢，将会被瓦解。那也就是说，跌破279之后，那接下来的目标一定是直指这个2号趋势线。我们把图缩小，2号趋势线是由6月16日和6月30日2个底高这样的一个2个点建立的。好，这是股价的下行。那我们再来看股价的反弹。在8月29日，如果股价出现反弹，它的目标一定是要重新回到4号趋势线的上方，也就是在290的上方。290是当日 K 线和4号趋势线的交点。那当然，这个目标之后就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是在294附近。如果股价出现反弹，这2个点位将是它的目标。那只有站上这2个点位，股价才能会继续反弹，然后会测试上方的303，也就是8月24日的最高。那站上这个303呢，我们说股价才能够叫反弹成功。好，我们调整一下目前的水平线，我们把这条水平线下移到303作为观察位。然后呢，这个红线是我们前一期视频预测的叫做5日均线值的一个位置。那我们把它调整到294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总结一下，对于8月29日下方跌破286，股价会继续下行；上方股价站上303，那股价的反弹才会成功，会继续向上。否则股价会在303到286之间进行横盘。那么在这个横盘的区域内，我们关注294，也就是能否站上294，它标志着股价是否能够出现反弹，或者说是继续向高位进行反弹。好，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走势的分析。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8月29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我们首先看压力位，首先到来的是当日新生成的30日均线值是在289附近，然后是当日 K 线与4号趋势线的交点是290。好，我们继续向上看，然后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是在291到294。接下来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和10日均线值，是从
295，一直到297。那么我们会看到，刚刚我叙述的这几个压力位呢，它们是一个无缝的连接，也就是说，第一个压力是从289一直到297，相当于这个前一日 K 线长红的实体部分。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个压力是非常重的。然后再向上的压力就是303。当然我们可以把前高也加上302到303一个压力区间，再向上就是314。好，这是上方的压力。那我们再来看看下方的支撑。下方的支撑首先到来的就是前低，是287，当然还包括前面的一个低点，就是286到287，在这个范围，对，也就是这个水平线到前低。好，接下来的支撑就是279，然后下方我们再给出一个支撑是272，272是7月28日的最低。好，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啊，我们给出8月29日股价的预测，两个可能，一个可能股价会继续出现下跌，如果继续下跌，它是一个低开盘，或者是一个跳空的低开盘，股价最高会到达289，然后最低会测试到279，然后收盘会收在281附近，这是第一个可能会下跌。那另外一个可能呢，我们认为股价是有机会反弹的。如果是出现反弹呢，它将是一个高开盘，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88，最高会到达297，收盘会收在295附近。也就是反弹，我们认为它可能会重新站上5日均线值，但是这样的一个反弹是有一个条件的，就是它必须是一个高开盘，然后在当日股价最低是不可以跌破前低的，也就是287，满足了这两个条件，股价才会出现反弹。好，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8月29日走势的分析，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。